苦楚之战第7章，辗转据四川，第11集。真光学校平安夜音乐会，浩恩小提琴独奏《沉思曲》，陈本福演唱，严宝慧与林浩恩伴奏《回家》。陈本福要林浩恩不在严小姐身上费心思，浩恩不想让宝慧知道他被陈本福恐吓。宝慧听说协和药厂招聘制药工程师，想去制作战地止血消炎急救包。握手时，林浩恩发现陈本夫也拎着5盒关生园点心盒，心想这家伙和我想到一块儿了。陈本夫只好当着浩恩的面把点心盒递给严宝慧，说：严小姐，抗战的陪都，美食极短缺，要过圣诞节了，我是务实之人，觉得送果酱、奶油、夹心饼干总比送一大把玫瑰花有用。微薄心意，还请笑纳。陈先生说的是，眼下饼干的确比玫瑰有用，我收下了，谢谢。严宝慧说着，接过捆成一摞的点心盒。陈先生、林先生，咱们进去吧，平安夜礼拜快开始了。严宝慧说：严小姐，我先给你拿着点心吧。陈本福说：陈先生不必了，我把点心放在教堂里的厨房。礼拜后音乐会结束，让学生来厨房吃点心。严宝慧说：你至少留一盒自己吃，我帮你拿着。陈本福说。林浩恩见陈本福买的也是5盒饼干，还特意嘱咐严宝慧留一盒自己用。他想着，这一回合不分胜负，好在我准备了小提琴独奏《沉思曲》，可以压陈本福一筹。他正想着，忽听陈本福说：严小姐，我能上台唱一曲英文歌《回家》吗？我想可以。严宝慧说：可否请严小姐为我钢琴伴奏？陈本福说：能为陈先生伴奏，我很荣幸。严宝慧说：我愿意为陈长官小提琴伴奏，陈长官可否赏脸？林浩恩说：他不想看到陈本福唱歌，严宝慧弹琴如同恋人一般，他要掺和进去。陈本福见林浩恩凑进来，心中不悦，嘴上却说：林教授为我伴奏，鄙人3生有幸。真光学校平安夜礼拜后，音乐会开始。林浩恩用宝慧为他借的一把小提琴独奏《沉思曲》，陈本福演唱，严宝慧与林浩恩伴奏的《回家》引起阵阵掌声。尤其3人合作的《回家》的旋律久久回荡在教堂里，给离家的人带来安慰。陈本福原想压林浩恩一头，让严宝慧给自己伴奏，来个情侣组合，高唱一曲出出风头。但没料到，就在他深情投入演唱时，他感到心灵被一种力量充满，灵魂被净化，眼前出现一个圣洁世界。他不知道
宝慧为他伴奏时，默默为他祈祷。礼拜结束后，严宝慧带陈本夫、林浩恩去教堂地下室餐厅，与大家一起吃甜点。学校厨房自制一个大蛋糕，切成小块放在盘里，还有家长奉献的果脯、糖果。但学生最爱吃的是陈本夫和林浩恩带来的关生园饼干。离家住校的学生平时很难吃到新鲜点心，这些饼干很快被一扫光。陈本夫和林浩恩都注意到，严宝慧一块饼干也没有吃。二人都暗暗为专门嘱咐他给自己留一盒而觉得考虑周详，有先见之明。巧克力夹心饼干、果酱奶油夹心饼干都是严宝慧从小爱吃的甜点，但他看到学生吃饼干那开心幸福的样子，就一块也没吃。他想到自己在眼前学生这般年纪时，亲戚在上海、杭州经营万福园美食店，常让伙计给他和哥哥姐姐送来新进的点心、果脯、坚果等小吃。自己家境虽不富裕，但却有丰盛点心零食给他享用。在战士陪读教书的日子，让他数算出许多的恩典。以前自己身在福中，竟毫无知觉。他为自己遇到不顺就抱怨的罪感到羞愧，心里祈求主耶稣的宽恕。他送陈本夫、林浩恩走到真光学校门口时，陈本夫说：“请严小姐留步，累了一天，早些休息吧。”陈长官下命令了，严小姐快回去吧。林浩恩说：“你们也累了，早些回去吧，请慢走。”严宝慧说。陈本夫、林浩恩站在校门口，目送严宝慧走远。陈本夫对林浩恩说：“林大教授，你是个明白人，应该能看出来，我对严小姐有情，严小姐对我有意，我们彼此救过对方的命。你虽然先认识她，但她与我的缘分比你深。”林浩恩听到陈本夫的读，直白，措手不及，沉默片刻，说：“陈长官的意思是……”“我的意思还用说吗？”陈本夫反问。“我不明白，请你直言。”林浩恩说。“请你不要在严小姐身上费心思了。”陈本夫说。“我归你管，必须听你的指令吗？”林浩恩说。“那要看什么事，这件事要听我的。”陈本夫说。“我不听又怎样？”林浩恩问。“到时候你会知道。”陈本夫说完就走了。林浩恩独自站在校门口外的石阶旁，寒风吹来，凉透他的心。他在来真光学校的一路上带着美好的期望。刚刚平安夜音乐会与严宝慧在一起的愉悦心情已被风吹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有陈本夫话里的煞气腾腾。他估计陈本夫利用军统工作之便找他麻烦是很容易的事，最坏的情况是把他干掉。想到这里，一阵恐惧。回家后，母亲
见他脸色难看，问他：浩恩，你哪里不舒服吗？妈，没有，我只是有些累。他说着，快步走进房间，关上门，坐在桌前发呆，心情跌到谷底。他不想让严宝慧知道自己被陈本夫恐吓，他不甘心因为被情敌恐吓而放弃追求他。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被黑暗逼迫，请光照我，该怎么办？他躺在床上默默祷告。第二天黎明，林浩恩起来晨祷，祷告完，他按进度读到但以理书12章，读到第13节。你切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他想着这话的意思，出声又读一遍，忽想到昨晚临睡前自己的祷告，我该怎么办？这一定是主对我祷告的回应，要我等候。他心想，他恐惧的心得到平安，也不再被懦夫感纠缠。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对严宝慧来说意味着新的起点。元旦刚过，从第21兵工厂调到南岸第20兵工厂任工程师的严宝光，严宝慧的哥哥，路过真光学校来看小妹严宝慧。宝光偶然提起附近严正山的老友孟吉增牧师之子孟木迪也来重庆避难，在南岸龙门号协和药厂担任厂长。严宝慧听哥哥说，这家协和药厂29年前建于香港，当时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的宋子文颇有救国理想，想用在美国所学用于开办实业。在他的父亲宋家树的支持下，在香港开办协华药品股份有限公司。珍珠港事变，香港沦陷前，当严宝慧被陈本夫搭救从九龙脱险时，协和制药设备和部分人员正撤往陪都重庆。在南岸筹建新厂，眼下正在招募技术人员，为抗日前线研发战场急需的消炎药和止血药。听说协和药厂招聘制药工程师，严宝慧马上想去应聘。他逃离香港经广东广西来重庆的路上得知，淞沪抗战以来，国军受伤官兵因流血过多伤口发炎而死的人数比在前线战死的还要多，就想起当年从淞沪战场运到他所在杭州广爱医院的很多受伤国军，好不容易被辗转送到医院，却因失血过多严重感染，刚到医院不久就死去。那时他就想为前线军人制作战地止血消炎急救包，以减少伤后死亡率。然而那时的他因痛失未婚夫徐永道，心境抑郁悲伤，又在哭声一片的医院面对残肢断臂的伤兵，整日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几近崩溃，无力无心做这事。后来
他去上海法租界英医大药房担任药品和化学品进口部经理，从此看不见前线下来的伤员，也就渐渐淡漠了当初的想法。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